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过年的特别计划啊，战情室特别计划。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唐湘龙先生，换一下，对，林珍宇议员、洪孟凯委员、林涛议员啊。今天都穿得红彤彤啊，是因为还在过年期间呢。不过我们讨论的题目还是蛮硬的，还是蛮硬的啊。好，那么我们看了陈启玉啊，他呢涉入跟11亿光电弊案，他绕跑了25天呢，延押2个月，那也要在看守所里面吃年夜饭啊。那他为什么失联25天啊？那大家在怀疑说，在猜了啊。说呢，这个有人说哦，他失联是因为为了处理已经洗钱到境外的上亿元的工程汇款，意图把该案导向台盐绿能的余电共生政策错误的图利啊。那说呢，并不是收贿贪污，而是图利，图利就是5年以上，收贿就是10年以上哦，所以这个刑期差蛮远的哈。那另外呢，这个陈启玉他藏身在哪里呢？是在道上走跳的前民代 V 董特别跟他讲说，你赶快去投案吧，你如果不投案的话呢，那执法单位呢会着手逮捕你，到时候不仅呢你的刑期会加重，连你的女性友人也会面临刑责，所以呢陈启玉才会透过友人联系律师啊，那这个去投案了啊。另外呢，这个溧阳光电不法利有91亿，台南地检署起诉了15个人，去痛批这个陈凯琳施压同仁，古盛会关说那这个溧阳因为呢，他这个牵涉到经济部能源署及台南市政府的官员，所以呢，非法取得7股5大太阳能光电厂的用地那台南地检署侦办终结。说呢，这个你们这个官商勾结，而且呢还施压同仁，所以呢把他们起诉了好吧，那个我们看看到底情况怎么样。陈启玉2度进到地检署，这次再也没有出来，遭到收押禁见。参酌被告于本案之角色及社经地位，本案犯罪事实庞杂，相关涉案人员甚多，显然有勾串共犯及证人，或湮灭、伪造、变造证据之余。虽然院方以陈启玉具有社经地位，而且牵扯利益庞大，将他收押禁见，但却有网络媒体爆料，上次他以无保请为后，随即消失，恐怕有其他民代撑腰，帮忙安置躲藏。由于陈启玉担任过原县区议员，加上在旗山地区有农舍，年轻时又是登山高手，因此怀疑他失踪1个多月，疑似在高雄地方民代的帮助下，可能藏匿在附近的六龟山区。当然，有很多人在质疑是不是有人在放水，让他可以好好的瞧事情，好好的来串证。另外，陈启玉也被网络媒体爆料涉及网络签赌多年，除了选举赌盘，还喜欢涉猎各种运动赌盘。据传欠下约5亿赌债，因此才会从光电案上下其手。请苏贞昌院长当年是接到什么样的情资，要求陈启玉即刻辞职？会不会全部都被他们和谐掉了？弄巧合啊！案件发展是否会如蓝营所说，瞧好了才敢出来，最后只办到陈启玉而已？司法调查继续看下去。好，那么这种所谓100亿光电案那沈荣津当时经济部这个沈荣津呢，为了赶进度所以呢，溧阳又伪造文书偷渡了这个案子，让他过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呢，不但牵到地方，牵到中央那民众党团说呢，这是你检察官的重放高官他当时不服小二甲禁令，然后呢，居然呢这个还给他放水，图利厂商这个黄伟哲跟王美花2个应该出来讲清楚那另外呢说台南光电弊案呢，不止陈启玉1人，还有漏网之鱼那人在什么地方？来，向论怎么看？那这个案子3个重点了。第一个，它发生在南部，所以你要去做媒体上面的追踪跟理解，只要不是发生在台北的，它几乎呢都不会受到媒体呢太大的关注，或者呢去深入的去追踪。第二个呢，陈启玉过去
在他稍微年轻一点时代，也曾经是民进党的样板人物，他有很好的学经历，建中、台大，然后太阳花的，这个就是野百合的世代。可是任何的这些的形象样板，面对到了真实的利益问题的时候的那个腐化是你看不见的，所以我相信许多人呢都一样。就陈其瑜这个案子呢报的时候，许多人会觉得，如果你稍微认识他，因为他之后的在政治上面就比较低调，待在台研里面。除了民进党有一波呢配合台研的公关，许多台研的广告都是民进党的这些的女性的委员呢帮忙代言，否则你对陈其瑜的理解呢会非常少。可是呢，会让陈其瑜这样子的一个曾经是民进党学运失败的世代的样板人物，走到大家觉得呢下巴都掉下来了，真的吗？这真的是呢过去我们认识的那个陈其瑜吗？是因为光电同样的，当你呢摆在了南部的时候，光电呢就成为一个大家都很可疑，但是呢光电呢这事情呢层出不穷。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办得不清不楚，没有说了陈其瑜呢回来投案了。我们姑且呢不做阴谋论，认为他都瞧好了才回来。就算瞧好了，不表示你办不下去。就是今天所有的案件如何能够呢水落石出，让大家呢对于呢今天在南部呢所用这样子遮盖起来的那些政治的黑暗面，能够借着这个事件呢能够掀开，让大家看到现在呢已经快过年了。希望呢新的一年，大家真的对政治有新的气象，而不要面对一些呢政治人物。你想当陈其有事情的时候，你看到的郑文灿，你看到他们在同一个世代里面，都曾经是样板人物，都曾经是民进党刻意栽培出来的，俨然就是接班梯队里面的重要人物。可是今天，当你看到这现身在弊案里面的时候，你如何去思考政治的品质？所以眼前我们固然在乎说这个案子里面到底还牵涉多少人，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声律长时间掌控，同时呢把台独当作最高道德的政治文化，对台湾政治的伤害已经非常深了。来，这个孟凯，谁让司法没有威信？这一点我觉得从过去到现在，不管2016年蔡英文上任，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那时候强打多司法改革大旗，但过去8年之后，如果现在在做民调的话，台湾人对于司法普遍还是不信任的。那到底是谁造成的？执政者要负很大的一个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讲司法改革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公益揭弊者保护法，不要忘记啊，公益揭弊者保护法，唯一民进党政府现在也许可以拿出的司法改革成绩单过的还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版本。所以换言之，民进党的执政者，你应该要很清楚明白了解说为什么会司法大家不信任，掏空11亿，消失24天，都没有到最后自己去投案，不管是他是自己投案，或者说检调有掌握，但是当时法务部长我们在问的时候，法务部长也说有啊，检调有掌握啊。那如果说你真的掌握的话，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来去做通缉，来去做逮捕？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会有瓜田李下之嫌吗？为什么大家现在会讨论是说，到底有没有瞧好之后谈好条件了，安身立命了，都已经恭贺谁啊，他才要进去的？对比最近也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百亿赌王啊。300万就弃保潜逃啊！那我们要讲，当立法委员去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才发觉说我们通缉的系统完全没有去发布，甚至我要求移民署告诉我们是说海关啊，不是有这个，如果说弃保潜逃或者说相关的这通缉犯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海关要有那些照片嘛。那你这样子出关的时候，我可以对比，马上把电脑勾稽出来。移民署给我回复是说，因为通缉系统还没有给予，所以说他们这边不方便提供相关资料。代表什么意思？我跟各位报告，虽然说现在大家就传说这个百亿赌王已经逃出海外了，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大摇大摆直接买飞机票就可以直接出海关？因为从他弃保潜逃到上礼拜这边。都被人家踢爆是说，根本我们的这个通缉系统都还没有勾稽起来啊。所以说这一些无怪乎大家会觉得是说司法是不是都是为特定权贵，或者说特定有钱人，或者是说有党政无敌来做服务？其实从这一个案件里面，陈其瑜的案件也好，百亿赌王案件也好，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那最后一点呢，检方的这个相关的周刊呢？怎么没有像柯文哲一样每个礼拜都有相关办案的进度？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陈其瑜突然间又被延押2个月啊。那
说实在，如果说有每个礼拜都有这样子报道的话，也许有人关注啊，但会不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也看到，连检方办案的时候也都有消息外漏的蓝绿之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才是让国人最不信任司法的主要原因。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哦，台南的这个溧阳光电的弊案，大家第一个时间想到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想到赖清德当时在竞选党主席的时候，跟所有的台南的民意代表说：“你们有规矩吗？挖龙灾，对吧？”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可以看哦，这个光电的弊案呢，其实它就是典型的奉行中央的能源政策大发财的案例，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如果说今天只是单就一个人，请问一下，这整个这样子从上到下的整个霸占瓜，真的是只有一个局长做得到吗？如果没有市长的允诺，他敢这样子把手伸得这么深吗？我不认为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涉嫌11亿的光电弊案，他居然可以这样子这么雷声大雨点小，反而就这样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样子，请问一下赖清德，难道是因为他是你的爱将吗？还是说整个台南是因为你的本命区，所以他不需要接受到进检的大肆的剖析跟检视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台湾的司法正义还真是一个笑话，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悲哀啊。我们其实说真的，对于柯文哲，我们前主席，我们真的没有要你多特别礼遇他，但是我们总是要一个公平原则嘛。如果同样，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同样都是市政府的案子牵涉到弊案，请问一下，检联整个的机制，你们要用同等的对待方式来去对待地方机关的弊案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不好意思，我们所谓的公平正义真的都是沦为笑话。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从台南呢，现在转到桃园哈，郑文灿啊，因为他的监听这个被解密了哈，说呢廖俊松父子行贿供词可能都不拢，那显然这个报道是想替郑文灿来这个脱罪了哈。郑文灿涉贪监听关监译文曝光啊，就是说呢，他儿子说他爸爸经常吹牛啊，然后呢，这个他儿子跟他太太呢也有讲说，郑文灿到底知不知道那500万这个是500万呢？哦，他说反正放那边，知不知道以后就知道了，他有没有放水就知道了哦，所以呢就证明说，并不是当场跟郑文灿表示500万哦，所以想帮郑文灿脱罪了啊。那另外呢，因为他塞了500万到郑文灿的桌底嘛，那郑文灿是后来1年后才还的，他都不知道吗？就算当场不知道，事后都没看都不知道，而且还的钱跟原来那个钱也不一样啊。你说好，他送我500万，原来就是这个钱。然后呢，1年以后我发觉怎么桌上有500万呢？然后把这个钱还给这个当事人，同样的钞票也就罢了，显然钞票拿去花了，去运作了，不知道干嘛，怎么后来说还的钱是不一样的呢？这都蛮奇怪的了啊。那另外呢，这个郑文灿的监听解密说，廖俊松交代他儿子把他拖下水，哦，而且呢，这个说台塑当时的杨兆林行贿郑文灿的原因也讲清楚了啊，到底要是给他这个大类税率哈，大类是寡这，税率是寡这哈。那另外呢，这个律师团现在力争监听内容没有证据能力，所以你不能靠光监听来办案了。但我记得桃园地检署的检察官有说我们不是只有靠什么那个 Excel 啊，不像这个台北地检署啊，我们很多证据的啊，我们这个金流都有啊，所以看起来也不是只靠监听，光靠监听其实也很难入人于罪了啊。那么另外呢，郑文灿现在第3次出庭，反击检方，你们是断章取义，希望检方提供呢签结的这个卷证来佐证证据罪嫌是不足的啊。那第3次出庭，法官突然勘验桃园市政府2017年2次的会议记录，看你们市政府开会到底怎么讨论这个案子的啊。那郑文灿要求他的律师要求说，我们要看的卷证太多了，资料太多了等等，要4个半月以后开庭，法官拒绝，下次开庭2月24号，
还是大概只有一个多月啊，没有要给你4个月的时间了。我们看一下。会不会觉得检察官过度臆测了？被指控涉嫌贪污500万元，遭检方求处重刑12年。之前是以2800万元交保，郑文灿这回是2度开庭，同样采取无罪答辩，委任律师一一点出起诉书的错误内容。检察官起诉内容中根本没有举证出被告收贿的犯意与行为，也没有列出到底配合的职务行为是什么，错误引用了都市计划的流程，认为检察官起诉内容夹叙夹议，充满个人臆测、主观判断，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紧接着，另外一名委任律师钟伟汉点出起诉书4大错误，澄清桃园市并没有向行政院呈报核设免区段征收，所以后续程序根本不可能进行，也不可能核定自办市地重划。指控检察官只有揭露对被告不利的会议内容，表示郑文灿与涉嫌行贿的廖俊松不可能达成合意。郑文灿涉贪案一共起诉11人，有好几人都认罪，像是前台塑高层侯水文，开庭后翻供认行贿，廖俊松父子也认，其中廖丽婷夫妻转为污点证人。检辩双方这回各自准备完整 PTT 内容，交给法官审酌。林涛，这你们桃园的事？对，这个郑文灿的案子有很多的这些案子，我们都是了若指掌哈。那其中一个案子就是华雅科这个土地的案子。那为什么现在这个郑文灿可以在家里过年？最大的理由是因为刚才提到的4位关键证人全部坦诚犯行，或是转为污点证人，又加上检方在7年前的监听译文是有掌握的，而且那个袋子的500万有被抓到，就是说他有交给他，他又还回去，所以整件事情才让他交保去候传。可是我必须要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哦，现在郑文灿的律师正要用2个部分来把整个这个检方现在的起诉的证据力要削弱。第一个，他在讲说廖姓父子说他到了这个郑文灿的官邸，到底钱是放在哪里？因为他有3种说法，前面是放在桌子底下，第2个是放在这个郑文灿前面桌子的桌角，第3个是被带进小房间之后才放到桌子的这个桌子底下。所以他在质疑说廖姓的父子为什么可以改口供，就钱放的地方。第2个，他在破解对价这件事情，因为他说郑文灿要使上力，必须要自己介入这个公共区划的征收案，所以郑文灿才可以把这个案子送到行政院之后，后续由桃园来介入。可是这个案子后来是自办市地重划，所以他觉得这个郑文灿使不上力，所以没有对价。他的逻辑是如此，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市政府的开发案，只要是公办市地的重划案，基本上上下其手的空间非常非常小。所以你要看到一个市长层级的人，他是怎么样让这个土地开发，你就可以知道大概中间有没有空间。像这个案子就是自地重划案，他说没有啊，大部分都是这个公办。我们桃园还有一个桃园区的小块溪自办重划案，也是你的好朋友全部去标那些土地啊。几个区全部都是你的好朋友啊，然后呢，大家就赚取暴利嘛。那个暴利甚至整个的土地价值高达1000亿，我算过1000亿嘛，所以这都是你郑文灿的话术。所以我觉得很危险，是因为现在他要翻这个证据力，所以在交互诘问之前，还没有确定这个证据力写进后来判决的结果之前，他的口供如果一变再变是有风险的。所以我真的要求检方，你也不要小看了这个郑文灿的求生能力，好不好？他是有可能变的。那第2个，我要再补充一个细点哦，你如果仔细去看现在起诉书把这个监听译文抓出来，这个细节的对话，你会觉得很惊人，因为他是500万，对不对？可是过程中侯姓跟这个廖姓的人对话，他讲说啊，你卖碰轰啦，你大概你总说可以好了，结果为什么郑文灿这个案子拖这么久嘞？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哎呀，因为你修借啦，少1个0，让这个他写的哦，这是起诉书写，他说郑姓父子说，廖姓父子说，在桃园地方哦，伊的行情哦，听起来是爱5000万到1亿啦。好，不是500，你安尼后边都没得处理，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监听译文非常精彩，但是压了7年，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林炳文、陈启玉，到现在的郑文灿，为什么有这个民进党的权贵，他感觉就有一个司法通行证会压这么久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真的要查到底，为什么？因为郑文灿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叫做郭泽民，也是跟刚才有关的郭泽民、林炳文这些人。郭泽民88会馆在巴德买农地，然后这个郑文灿又进去了会议记录，然后把站址从右边调为左边，刚好就变成88会馆这块土地的旁边。有这么巧吗？你可不可以规避？你可不可以不要参加这些会议啊？因为你会议每次去都给很大的这个决策。那我的结论是什么？88会馆的这一个买农地的3个地主之一，郑文灿的好朋友叫黄国杰，皇家威霆的老板，到现在都还是在桃园大手大脚跟大家合资一些土地的开发跟建设案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到底你这个集团什么时候才要放过桃园，让桃园现在在登短廊的时候，不要有特定的利益财团在掌握这些资源。嘉宇。我想刚刚讲的陈启玉案或者是郑文灿案都是赖清德总统上任后，司法检调也开始积极的侦办，那这就符合我们赖总统之前所讲的，无论何党何人何派只要这个司法认为说有问题，勿枉勿重，都应该要积极的去办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整件的案子，不管是发生在台南的光电弊案，当初赖总统在参选之前到台南要求所有的党公职跟大家道歉，那个心痛的感觉，我想大家也能够去理解，就是说，如果台南是赖总统他一个真爱的故乡在那里是他发迹的地方，包括这个卓荣泰院长上任以来宣誓要打击绿能蟑螂，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于这些光电弊案，只要是有拦止到我们土地开发等等的问题，司法检调一定会积极的侦办。那至于郑文灿案呢，当然郑文灿有他在法律上的权利，他可以去主张说廖氏父子的监听译文跟笔录的这个内容是有蛮大的出入，因为廖丽婷她在第一时间刚出这个郑文灿的办公室的时候，跟他太太的通联里面，他太太问他说钱在哪里，他说塞在某张桌子底下。那太太又问说，那郑文灿知不知道？他说应该吧，就看他之后有没有反应所以当下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知道郑文灿有没有看他，但是看他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可是，在笔录的时候，他又说郑文灿是知道的，是肯定的。所以呢，郑文灿也认为说，这前后从第一时间的监听译文跟后面的笔录有明显的出入，然后再加上说检方之前有2度签结，他认为这个签结的理由可能是涉及到证据不足等等的原因，所以廖氏父子在笔录侦查中所讲的内容是不是完全是可信，这是郑文灿所主张的。但是我觉得最后当然是交由司法检调侦办，才能让真相水落石出。江龙怎么看这个案子？郑文灿，我最好奇的就是说因为那500万了，因为我们都纠缠在那500万上面，曝光的就那500万。可是郑文灿他除了跟陈启玉一样，都说明了民进党在崛起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大量的吸引了台湾社会的精英，因为他们的年纪跟我差不多，2个都是建中，都是台大的。或者说在当时的野百合学运世代，他们真的是精英，跟你现在看到的八囧啊等等这些青鸟，那真的差距非常大。这些的精英，在当时电机系建中这么好的学经历，投身于民进党，我相信他们当时真的是满腔热血。但是他们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去做生意啊！郑文灿呢，一直呢都在官场上面。可是你看到呢，他从在台南选上不是在桃园选上议员之后，到他当副阁揆，你不要说这500万，他的资产的膨胀就非常惊人。去年的《金周刊》还特别指出，他有好几笔的房产是没有申报的。那这些都没有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问题吗？他的收入是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他一直都在公务体的体系里面了。可是他的财产的膨胀非常惊人。我们今天只谈了500万了，我说实在就是纠缠在500万的细节里面，我觉得太看不起郑文灿。因为江湖传闻的郑百亿，如果只有500万跟100亿的差距有多大？我虽然说100亿可能是个绰号啦，就是呢贴他标签，可是连《金周刊》都已经说他有好几笔房产没有申报，
在桃园呢，许多人呢都可以指得出说呢，哪一个房子是郑文灿，哪个房子是郑文灿。那虽然都是在马路上面的市井留言，可是光是看他申报的，他自己申报的部分，10年的差距就非常大。那中间呢，很明显的有一些呢漏报的、短报的，但是在所有的调查里面，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直都没有呢去深入。他们家里面理论上面的家他自己讲，他小时候很穷苦，爸爸呢是务农的，太太的家庭背景看着也普通，他一辈子呢也没有干啥特别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500万，就像你今天呢去看陈启玉的案子里面，为什么我们就没有看到一个很积极奋发向上有为的《镜周刊》，一直呢穷追不舍，是因为你看不起陈启玉，比较看得起柯文哲吗？我不懂，就是那个案子里面关乎到整个我们对于南台湾臭不可闻的那样子一个利益的共生的圈子的理解。可是只要发生在南部，媒体基本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啊。而司法呢，只要轻轻的带过了之后呢，也就这样过了。所以许多案子都不清不楚。很早我们的节目呢就讲过。台南跟桃园一南一北都是呢，民进党呢长时间呢执政，北部桃园民进党在北部执政最久，南部台南执政最久。为什么这2个地方臭不可闻？你认为是偶然吗？休息一下再回来。